人生之路收视破2，评论区两极分化，观众差评理由一致。电视剧《人生之路》正在热播中，从开播到现在，这部剧虽然争议不断，收视却一路高涨。根据最新数据显示，《人生之路》的收视率已经破2，蝉联第1，一定程度上来说已经算得上爆了。按理说，电视剧的收视率这么高，口碑应该不会太差，但是《人生之路》是一个独特的存在，它的收视和口碑成反比，一个不断上涨，一个持续下跌。评论区两极分化严重，吐槽声很多，观众差评理由出奇的一致，男主太渣，让人弃剧。具体来讲，主要是男主高加林人设不好，太过自负，自尊心又强，对待感情也犹豫不决，劝退了不少观众。剧中陈晓扮演的男主高加林考上大学被人顶替，他的人生就此发生了变化。在他仕途失意期间，村花刘巧珍一直开导鼓励他。有了刘巧珍的鼓励，高加林重新振作起来，当上优秀教师，还去县城发展。他和刘巧珍逐渐暗生情愫，走到了一起。目前来看，剧情是比较有吸引力的。可是高加林去了县城后，他再遇高中同学黄亚萍。与没文化的刘巧珍相比，黄亚萍熟读诗书，她和高加林更有精神上的共鸣。见到黄亚萍后，高加林动摇了，开始露出渣男的真面目。举个例子来说，高加林约黄亚萍拍照，结果巧珍意外来到，他没有对她说实情，而是选择了欺骗。等他赶过去时，亚萍没有了踪影，两边都不得罪了。男主真是渣得明明白白。由于男主太渣，连演员陈晓本人都看不下去，发文劝高加林善良。而黄亚萍也差不多，在与高加林暧昧不清的时候，她是有男友的。她和高加林一样，都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除了这两人，女主刘巧珍也是一言难尽。她一直暗恋男主高加林，为了对方什么都愿意做，十分恋爱脑。网友犀利点评：王宝钏看了都要给他递烟。实话实说，主角团的人设都挺崩的。其实不光是这个原因，剧情也是让观众弃剧的因素之一。男主高加林前期被人顶替上学，许多人都期待他后面能逆袭，但是并没有。高加林陷入了女主女二的两难中，为了前途抛弃女主，后面又因为一些事情与女二也没能终成眷属，最后还是回到了那片土地。坦白讲，这样的剧情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，也突出了人性的弱点，但故事的基调悲剧色彩浓厚，观众代入后就会觉得压抑。话说回来，作为一部年代剧，虽然《人生之路》的某些地方剧情还原时代背景，但不严谨的地方也有很多，比如用台灯、骑自行车、放气球等等，都与故事背景有些许冲突。根据剧中设定，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陕北黄土高原。从现实来说，那个年代的陕北农村条件是很落后的，因此许多网友吐槽其剧情不合逻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该剧根据路遥的人生改编，许多看过原著的观众认为，剧情不光脱离小说，也脱离了实际，简直离谱。此外，演员妆容也受到了大众的质疑。剧中男女主设定在农村，所以脸上特意涂了黑粉。但有观众认为，就算是生活在黄土高原，脸上应该不仅是晒黑，还有高原红，而不是这种面黄肌瘦、黑不溜秋的妆容造型不合适。特别是女主李沁，她扮演的刘巧珍，设定是村花，脸上涂着厚重的黑粉，而原著里的刘巧珍漂亮水灵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关于这一点，网友们普遍认为电影版《人生》吴玉芳扮演的刘巧珍面色红润，体型圆润，更符合原著人物形象。如果说妆造不合适，可以怪幕后化妆师，那么演技问题就要归根演员了。李沁在剧中的演技
有些用力过猛。他说话的时候嘴唇特别用力，表演痕迹太重。白到发光的烤瓷牙也让人出戏，从妆容到演技，李沁被太多人吐槽不合适。张嘉倪扮演的高亚萍演技同样差点意思，和李沁一样，她也做了烤瓷牙，看起来满满的违和感。演技方面表现平平，人设也有问题，综合来说并不讨喜。相比之下，男主陈晓是几个主演里面演技形象最自然的，他没有违和的烤瓷牙，演得比较自然。特别是他卖馍那一段，脸上写满了不情愿。作为一个读书人，他还是没法放下自尊，觉得丢脸说不出口，只能蹲下遮脸掩盖尴尬。虽然陈晓的表现有值得肯定的地方，但是这部剧整体而言槽点密集，包括5个大的方面，分别为不合逻辑、人设糟糕、妆造出戏、演技浮夸、背景不符。争议和吐槽的声音很多。总之，《人生之路》这部年代剧有太多不足之处，希望后面会有所改进吧。